你身上有一门娃娃机。爷爷，你先别说话，大夫说您要好生歇息，先把这药喝了吧。是江都裴氏行儿的公子明。爷爷爷说是江都裴氏行儿的公子，虽然没说清名字，但这信物在，总能找到。预计半月后抵京，请裴二公子务必派人在码头接应。必须来接我。云京路那么复杂，万一我迷路了怎么办？哎，你听说没有？裴二那乡下未婚妻要上京找他了。裴二，乡下未婚妻？难道说的是我？那裴二怎么说也是云京有名的世家公子，怎会与一个乡下女友婚约？听说是长辈早年定下的交情。这么多年，谁知道那乡下丫头长成什么村姑样了？那这乡下女定是要失望而归了。且不说裴二身边已经有了江清汉，就是啊，在乡下长大的，定是生得相貌丑陋、五大三粗、性情粗鄙、心高气傲的裴二，断是瞧不上他的。让一让，挡道。姑娘，姑娘，请留步。敢问方才可是哪里冒犯到了姑娘？在下陈方舟在此致歉。敢问姑娘芳名？爷爷说的没错，外头的人果然可怕。他们口中的裴二，一定就是我那未婚夫。他居然嫌弃我在乡下长大，还早有了意中人江清汉。待到上京，若查证是真的，我还不稀罕嫁给你呢。还好，裴家还算守信，派了人来接。走吧。你不是裴家的人吗？江都裴氏。您就是文姑娘？是我。文姑娘请，今日是二爷亲自来接您，他有话想对您说。裴二亲自来接，我还没做好准备直接见他，何况船上听闻他对我不满，该不会是在这里直接将我打发退婚吧？这便是裴二，竟生得如此风光霁月，宛若芝兰玉树。皮囊再好有什么用？骨子里还不是瞧不起我。既有心上人，何必招惹我？裴二公子，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，不必拐弯抹角。不急，不急。文姑娘舟车劳顿，风尘仆仆，还是先回府上好生休息一番。随你的便。这裴二说不急是真不急，我在他这宅子里连住了3日，竟然连他半个人影都没见着，这是什么待客之道？小翠，你们家二爷这几日都在忙什么？怎的连面都见不到？文姑娘有所不知，二爷名为裴度，年纪轻轻便被圣上钦点为大理寺少卿，平日里公务繁忙，早出晚归是常事。大理寺少卿，这么厉害的人，配我是有些屈才了。那你可认得一个叫江清汉的女子？看来你是认得的。那她和你们裴二爷是什么关系？姑娘误会了，江姑娘和二爷能有什么关系？只是二少对她有些不一般罢了。二少是咱们二爷的亲侄子呀，二爷是长辈，二少是晚辈。所以船上那2人说的裴二其实是裴度的侄子裴章。原来我误会了，只是没想到他的侄子也有个和我同病相怜的乡下未婚妻。我的未婚夫裴度位高权重，还洁身自好，不仅派人接我，还让我住进府里，真是个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男人。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。既然解开了误会，未婚夫妻理应好好培养感情。他不主动，那我就主动出击。
今日休沐，二爷在吧？劳烦通报一声，我做了些糕点和梨汤送来。在的，姑娘请交给我吧，我替您送进去。二爷，您说文姑娘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她竟还知道大人是田，这定是费心打听过的。二爷，这文姑娘该不会是眼见和二少裴昭的婚事不成，准备改来攀附您吧？大人，你何时学会的恶意揣度旁人？属下失言，那定当是他感念二爷您收留，这才送这些过来，聊表谢意。甜而不腻，这都是他自己做的。是，厨房的人眼看着呢，绝无假手于人。二叔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绝不娶那个乡下女人，我跟清客才是真爱，你帮我打发了她吧。裴昭啊裴昭，你若迟走一天，瞧见他究竟生的什么模样，只怕肠子都要悔青。去，从库房里挑出些上好的布料，给他做几件新衣裳。主子要做上几件？若是二少铁了心不回来，您平时都是雷厉风行，直接拿银子打发人的呀。各季的都做上，再让人去给他采买些上等的首饰。啊！天也凉了，安排下他屋子里的炭火，奋力与我一样，切莫动着他。与您一样？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既然主动送上门了，那便永远留下吧。姑娘，二爷对您可真上心，这布料这首饰全都是顶好的，连您屋里的银骨炭都是按着二爷自己的分力给的呢，旁人可求都求不来。未婚夫都这么主动示好了，我不回馈一二怎么行？日日送小食还不够，得找个机会当面见见他，增进一下感情。对了，天气渐冷，我是不是该去给他把个脉，看看需不需要用药膳调养一番？我找你们二爷有事。文姑娘，您稍等。到底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我找自己的未婚夫究竟有何奇怪？这府里的人怎么都一惊一乍？姑娘请进。这段时日，文姑娘在府上住的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就是你太忙了，总见不到你。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未婚夫生得真得天独厚，连手都这么好看。这段时日天气渐冷，我过来便是想给裴公子把把脉，看需不需要用药膳调养一番。这样不合适吧？我理解，毕竟我们还没成婚，他这人面皮薄，害羞。没事的，这里又没有别人。手指下的肌肤温润如玉，脉搏强健有力，倒是没什么大问题。
脉象平稳，没什么大碍，就是火气有些旺。待会儿我给你做些下火的汤羹便好。有劳文姑娘。四下无人的时候，你可以换我血液，总叫文姑娘，听着生分。雪夜，你真想好了？这还需要想？我大老远上京，不就是为了这件事吗？这人怎么这么容易害羞？以后成婚了，这可该怎么办？对了，说到这个，我们何时成婚？你想好了吗？是否快了些？如今还有许多事未曾理清。快！我上京来就是为了和他成亲的，他应当早有准备才是。难道像街头巷尾传言的那样，婚事要被硬生生拖黄？你是不是不想娶我？也是，我与你的婚约本就是长辈定下，这么多年未有交集，何况我一个乡下孤女，的确配不上你这样的大理寺少卿。你若是不愿，我们现在就可以退婚，这东西物归原主。退婚？当然不。你既然不想成婚，又何必拖着？我并非不想娶你，只是因诸事繁杂，还需筹备。你我大婚一辈子就一次，当然要万事俱全才行，岂可草率委屈了你？那需要等多久？很快，我保证会给你一个风风光光的大婚。裴度，你糊涂！一个无父无母的乡下孤女，也配做我们裴家的主母？传出去，云境的名门望族要笑掉大牙！我劝你，趁早将她送回江淮，或者纳为侧室，也算给她一个交代。长嫂说笑了。我裴度的妻子只能是文雪意，要么她风风光光做我的正妻，要么我明日便递上辞呈，辞官离京。你为了一个女人，你连祖宗基业都不要了！我告诉你，宗族的长老们已经知道了这件事，明日便要过来议事，你休想一意孤行。大哥尽管让他们来，不过我提醒一句，三长老私吞赈灾银两的账册，四长老包庇杀人犯的卷宗，此刻都在我的大理寺里。他们若是有闲心管我的家事，不如先想想自己的后路。大嫂，请用茶。弟妹快起，以后都是一家人了。大哥，大哥若是嗓子不适，不如回房歇着。哼！你兄长是对我有什么不满吗？一见我就叹气。别管他，他原先给我看中了一高门大户家的女儿。我没听他的，执意要娶你，他这才如此。你我早有婚约，他怎能这样？是啊，所以在大婚前离他远些，好吗？好。祖父眼光果然毒辣，他真好看，以后这便是我夫君了。裴度，
你还记得我们两个小时候的事情吗？祖父说我们小时候见过，玩得挺好。可惜我后来发了大烧，很多事都记不清了。太久远了，记不清。怎的忽然想起问小时候的事情？就是觉得能与你重逢挺好的。不记得便不记得了，我们且看以后。再陪我一会儿，好吗？不是说你向来作息规律，不喜熬夜吗？对你，总觉得时间不够。这都日上三竿了，你休沐在府里，也不出门走走？天寒地冻的，自然是陪夫人在屋里更暖和。青天白日的，你堂堂大理寺庶妻，也不顾以往端方领正的君子气节了。君子气节又不能当饭吃。下人们说他素来清心寡欲，不近女色25年，如今倒像是换了个人。往后可得多注意他的饮食作息才是。那几盆红梅摆到前厅去。大夫人，二少爷回来了。昭儿，回京了，怎的也不来信？我好让人去码头接你。有什么好接的？我自己又不是不认路。这女子好美的容貌，比清汉还要美上3分。难道是母亲娘家哪位来做客的表妹？这位是？这是你二叔新过门的媳妇儿，你该叫一声二婶婶。二婶？二叔居然不声不响娶了这么个绝色佳人。说起来，我二叔呢？怎么没见他？你二叔自是在忙公务。走，跟娘进屋说。这大房一个两个的，怎的都好似对我有意见？长兄也叹气，侄子也不叫人。你那大房的亲属，真是一个比一个奇怪。怎么了？今日遇到你那侄儿裴昭了，他回来第一时间见了礼，可长嫂介绍我时，他眼神怪怪的，连声二婶也不叫。裴昭，其实也没那么严重了，可能就是与我不熟，有些不好意思吧。是吗？你不必在意，他尚年轻，难免不识礼数些。夫君，怎么了？雪姨，说你心悦我，我就告诉你一个藏了很久的秘密。夫君，我心悦你，当真心悦我。倘若我与你不是自由定亲的，你还会愿意嫁给我吗？这是什么话？这话应该我问才是。像你这样的痞貌山氏，排队求娶的大家闺女，都能从裴家排到城门口。没人能勉强我做任何事。我若不是第一眼就认定了你，就算有这门定情，也是没用的。我知道你心悦我了，快告诉我你的秘密，别吊我胃口了，夫君。好，如你所愿。他一颦一笑都那么勾人，我原本以为江清汉已然足够貌美，可在这位新二婶面前，简直黯然失色。二叔，几月前我走时，您还是孤家寡人，怎的这么着急就成了亲？也不等小侄回来喝杯喜酒。情投意合，自然着急。你和江姑娘一道下江南，现下如何了？自然是极好的。裴昭，你醉了。去，给我打听清楚，这新进门的二婶到底是什么来历？家中可还有姐妹？回二少，奴才早打听过了，这二夫人姓文，出身不甚显赫，听说还是个乡下来的孤女，家中别说姐妹了，连个人都没有。孤女啊，我还想着她若是有个生得一般貌美的姐妹，我定要娶了。
等等，你说他姓什么？主子们都唤他文氏。门中耳那个文。是啊。我问你，父亲给我定的那个乡下未婚妻是怎么处理的？您忘了？您临走前嫌弃那乡下女粗鄙不堪，执意要去江南找江姑娘，还求二爷帮您打发了人的。那乡下女二爷怎么处理的，奴才也不知道啊。二叔，那乡下村姑又丑又土，我死都不会娶她。求二叔帮我退了这门亲。文氏，乡下孤女被二叔打发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！裴度，你竟敢骗我！你抢了我的未婚妻！二叔与二婶新婚，我这做侄儿的未来的即道一声喜，今日特上门见礼。二少有心了，夫君今日在大理寺有公务，未能亲自招待，还望见谅。我脸上是有何脏一物吗？二少为何这般看着我？二婶莫怪，我只是在想，二叔的眼光果然毒辣。在江南时听闻二叔要成亲，我还好奇是何方神圣。今日一见，二婶的容貌的确当得起惊为天人4个字。二少过誉了。这话听着怎么阴阳怪气的？难道是对我不满？听闻二婶是江淮人士。正是。巧了，我认识一个人，他也与你是同乡，也姓文。那还真是巧合，江淮姓文的不少。二婶就没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说什么？你若是想找那位同乡，我倒是可以托人帮你打听打听。他竟真的不知道我是谁，还是在装傻？不必了。这人今日吃错药了。二夫人，不好了，二爷和二少吵起来了。怎么回事？二爷今日下职回来，在府门前便被二少拦住了。二爷将他带进府里书房说话，不知怎的，两个人眼看着又要吵起来，二少还有要动手的意思。快带我过去。干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？裴二公子嫌弃乡下女人，二少对江姑娘有些不一般。二爷，你凭什么？裴度，你不过是我的二叔，你有什么资格做出这种事？我临走前求你帮我打发他，你就是这么帮我的？你早就认出他了，对不对？裴昭。是，从码头见到他的第一眼，我就认出他了。你卑鄙！你当初嫌他粗鄙，逃婚去江南的时候，怎么不说她是你的妻子？你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窃取了本该属于我的一切！你说谎！你怎么样？文随意，你看清楚，这个骗了你的男人，我才是与你定下婚约的裴昭。
所以，当初在官船上，我听闻的那个嫌弃文家女出身乡野，认为她定是相貌丑陋、五大三粗，为了自己的青梅竹马，不惜违背祖父之命，连夜逃婚去江南的人，就是你。是又如何？重点是他骗了你，温雪衣，你被他骗了，这是事实。事实。他是你长辈，你怎么能对他动手？他是长辈又如何？是他做错事在先，那你也不该打他。何况他做的事，于你而言错在何处？是你不肯成婚，若不是他顶上，裴家少不了一个背信弃义之名。裴都是替你替大房收拾烂摊子，你有何脸面，有何资格质问他？他骗了你，你还替他说话？他骗不骗我，那是我的事，我都还未追究，你急什么？怎么，看到我不是如你所想的相貌丑陋、五大三粗，后悔了？莫说他顶了婚约与我成的婚，就是我上京来看到成亲对象与你一般，我也绝不会履婚。你当本少稀罕你吗？那再好不过。天色不早了，二少还是请回吧。雪衣，大夫人，您不能进去。二夫人她让开！二夫人呢？我要见她。雪衣啊，我是大嫂，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我们裴家对不住你，你把门打开，让大嫂进去与你好好说说话。你还处在这里做什么？都是你做的好事，现在闹得整个家都不得安宁。雪衣，你听我说，这件事错在裴度，是他鬼迷了心窍。你是个识大体的孩子，不如你就去给昭儿赔个不是，让她消消气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，我们还是一家人。文雪衣，你不要不识好歹，你一个乡下来的孤女，能嫁进我们裴家已是天大的福分。若不是你一来就搅风搅雨，我们家怎么会闹出叔侄反目的丑事儿？你若还想在裴家待下去，就该知道怎么做。大嫂的意思是想让我这个被冒名顶替的受害者，去给你那背信弃义的儿子赔不是吗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好心好意来劝慰你，你竟敢顶撞长辈，反了你了！长辈，大嫂若真当自己是长辈，此刻就该去祠堂好好教训那个背信弃义、惹是生非的儿子，而不是来我这个受害者门前耀武扬威、颠倒黑白。大嫂，此事与雪衣无关，您请回吧。好啊，裴度，你为了这个女人，连兄嫂都不认了。她一来，我们家就鸡飞狗跳。够了！大嫂若执意要闹大，我奉陪到底。只是您不妨想想，这桩丑事传出去，天下人会如何议论？是议论我一个遵从祖父遗命上京会约的孤女，还是耻笑江都裴氏大房的二公子言而无信，因一想我貌丑便逃婚，后见我容貌可可便追悔莫及？届时大房的颜面，裴昭的前程，又该往哪里搁？雪衣，雪衣，拜你所赐，我现在是裴家的众矢之的，你这步棋当真高明。
雪姨，我知道你怨我，但求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你如何把我当棋子一样戏弄。我没有戏弄你，当初裴昭为了躲你逃出京城，确实是拜托我来解决这桩婚约。但自从在码头第一次见到你，我便认定你了。让你住在我的宅子里，是我存了私心。那段时日，你对我极为主动，我以为你是见与裴昭的婚事不成，想要与我在一起。我初来乍到，你什么都不说，我怎么知道裴昭的情况？我还以为你就是那个渣男。是我太想当然了。听下人说你在打听江清汉，我便以为你已然洞悉了一切。你竟还让人监视我！是我的错。后来我才发现你认错了人，将我当做了未婚夫，我便顺水推舟认下了。你为何要认下？你若坦白身份，帮我退了婚，我们再另订婚约，不行吗？这法子是可以，只是耗费的时日太长，风险又太高。若是我帮着裴昭与你退了婚，你说不准会将我划到与裴昭一边，觉得我们裴家人都在欺负你。退婚后，你一定要另寻住处，凭你的医术要在京城谋生不难，到时候不知会有多少狂风浪蝶围着你转。你会不会选我，我没有把握。雪姨，我活了25年，从来没有怕过什么，可我一想到可能会失去你，我就浑身发抖。我不敢想你穿着嫁衣嫁给别人的样子。一想到这里，我就觉得心口像是被刀剜一样疼。我宁愿你恨我骗了你，也不愿你嫁给别人。雪姨，求你别离开我，我不能没有你。他堂堂大理寺受气，居然怕争不过别人。雪姨，让你陷入今日这般境地，被大嫂当众羞辱，是我的错，我向你道歉。我知道，在你看来，我若真心悦你，大可以先帮你与裴昭退了婚，再光明正大的向你提亲。可你想过没有，裴昭的性子我最清楚，他逃婚是因为臆想中的你相貌丑陋，可一旦让他亲眼见到了你，以他的为人，你猜他会做什么？他会反悔，毫不犹豫的反悔。这桩丑闻比今日之事要恶劣100倍，而你将被彻底卷入这趟污泥，成为京中最不堪的谈资。你会仿效吗？我裴府隆重，我跟你说，不知廉耻！退一万步说，就算他没有纠缠，我裴家二爷去求娶一个乡下孤女，你觉得我大哥大嫂会同意吗？注重门第的裴氏宗族会同意吗？他们只会认为你我早有私情，设计了这场退婚的戏码。到那时，我们同样会面对比现在更猛烈的风暴，而且我们毫无胜算。所以我选了最自私，也是唯一能万无一失将你留在身边的方式，冒名顶替，快刀斩乱麻，在你们见面之前让你先成为我的妻。只要生米煮成熟饭，家族再如何不满都无法改变既定事。我承认，我将你当做了棋子，利用了你的信任，我算计了所有人，包括你。因为从在码头见到你的第一眼起，我便知道我不能冒任何失去你的风险。我去当值了。我错了，是我不择手段，是我卑鄙。你尽可以骂我，打我也行，但是有一点，求你不要和我分开。成亲以来，只见你端方雅正，凌厉冷漠，还从未见过你这般装可怜的模样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
这厮看着清风霁月，其实是个黑心汤圆，内里喵坏。从今日起，罚你睡外间的软榻。什么时候我气消了，什么时候再搬回来。成婚还不满半年就分房，底下人会笑话我的。我打个地铺，就睡在你脚边，行吗？腊月的天气，你打地铺？坐下。裴昭上门，你明明有的是法子治他，偏要弄出一身伤，无非就是想博取我的同情。雪姨聪慧，其实你也不必觉得没把握。什么？仔细想想，世上哪有那么巧合的事？我不过是更愿意相信那个在码头上接我的人就是与我定亲的人罢了。我应该也与你一样，第一次见你便被迷了心智。那真是再好不过了。一拜天地。这般鲜活明媚的他，本该是属于我的。慢些吃，小心烫口。知道了。夫君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大婚之日，已经当着我的面看着那个女人失魂落魄，温雪意，我江清汉记住你了。哎呀呀，新郎官真是高兴坏了，都看直了眼呢！来来来，良辰吉时不可误。二拜高堂。裴昭，你告诉我，你今天又去了哪里？你是不是又去见那个文雪意了？你说话啊！我说了，没有。你能不能别整天疑神疑鬼的，不可理喻？我疑神疑鬼？那你告诉我，你书房密阁里藏着的那幅画是谁的？你脖子上的红痕是谁留下的？你昨晚又在哪个女人的房里过的夜？3年了，裴昭，整整3年了！我嫁给你3年，为你操持中服，孝顺公婆。可你呢？你什么时候正眼看过我一次？你心里从来就只有那个文雪意。既然你这么爱她，当初为什么要娶我？你把我江清寒当成什么了？够了，你闹够了没有？疯婆子，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泼妇的样子，哪里配得上世家千金的身份？
随便你。别走！文雪意，都是你毁了我的一切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裴昭，你呢？我叫文雪意。若是当初我没有逃婚，爹爹，念念写不好，毛笔不听话。别急，慢慢来。你看，爹爹教你，点、横、撇，这样写，娘亲的名字就好看了。娘亲，你看念念写的字好不好看？爹爹说这是娘亲的名字。我们念念真厉害，写的比昨天好看多了。那娘亲要奖励念念吃甜甜的糖葫芦。好，奖励你吃糖葫芦。春桃，带小姐去洗洗手。是，夫人。小姐，咱们走吧。刚才管家来报，说裴昭又在城西的酒楼喝得烂醉。他像个疯子一样在大街上到处乱撞，撕心裂肺地喊你的名字，最后被巡城的士兵强行拖走了。都过去了，他如今是死是活，是疯是傻，与我们毫无干系。都过去了，只要有我在一日，绝不会让任何人、任何事打扰我们的生活。我知道。那些曾以为跨不过去的伤痛与背叛，终究敌不过岁月的温柔。真正的放下，不是恨，而是心如止水。